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哗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屌。七哥啊，这个终于落幕了，判了他30年。可是七哥这个生来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老骗子，在美国的法庭上还进行了拙劣的最后的表演啊！蚂蚁们现在都在为七哥喊冤。哎，那位说七哥都判30年了，这帮蚂蚁们会不会鸟兽散呢？不会。这帮蚂蚁们已经成了一个邪教了。七哥别说是判刑了，就是被那个黑的哥们啊，那个用黑管给捣成那个馅儿，这帮人也不会散，你知道吗？啊，这帮人已经把七哥当成一个邪教教主来供着了。除非美国后续的法律啊，会对这些涉及到七哥案子的这些诈骗的帮凶进行一个一个的抓捕啊。这帮蚂蚁们为七哥喊冤啊，说美国的法官太没人性了，那七哥在这个庭审的时候一路吐着血呀，啊，这法官没人性。一直到3点55分左右呢，他们才出来，也就将近1个小时，他们在房间里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出来之后呢，很快就在这个安排下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开始开庭。然后这个时候呢，文贵先生才最后一个从这个庭审的地方从门口出来。然后看到文贵先生的第一眼，我是觉得文贵先生有些苍白脸庞非常的苍白，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我们终于在最后就是整个快结束的时候，文贵先生呢，最后当这个法官问到文贵先生说：“被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陈述？”那这个时候，文贵先生呢就站了起来，然后他才把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庭审会往后拖的这个时间呢，通过翻译传递给了这个法官，也传递给了法庭。也是这个时候，我们才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等待这么长的时间。那在这个很简短的文贵先生的这个发言里面，他就讲到他自己原本没有打算要发言，但是因为今天发生的种种的原因，所以他决定要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说几句话。那他的话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他今天早上5点钟起来的时候呢，他有昏过去了之后呢，起来就开始有血吐血。然后呢，他的血呢，把他的脸还有他的衣服上都弄到了血。然后这个 MDC 呢就叫了，对，一条胳膊上都是血。然后 MDC 呢就叫了这个911，也就是急救车。然后急救车呢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医院。医院的这个医生呢认为他需要打针，给他打了2针的，我不知道打的具体什么针，但是给了他注射了2针，告诉他你需要 stay， 你需要在医院里面休息。但是文贵注射的是镇静剂。七哥装疯，所以人家一看就明白了，检查了一遍，因为他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所以就认为他是精神上的问题，就给他打了2针。那么吐血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揭秘啊。贵先生是说我要去法庭，但是呢，后来他们把文贵先生带回了 MDC， 让他先在那边等候医生。后来呢，的确有医生来看了他，但是在 MDC 的医生，但是医生呢又走了。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一位不知道不知道身份的女生他说是文贵先生的描述是一位神秘的女士，然后在穿着黑色的衣服，在1点半的时候进来说我要带你去法院。然后这个时候就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在他上车之前呢，把他的衣服换掉了，剪开了，然后用布让他擦干净脸上的血，然后换上了他在我们法庭上看到的一件黄色的米色的这个囚犯的这个衣服，也就是他刚才在庭审上我们大家都看到的这件衣服，他才出来带走了他。但是这位女士很神秘，为什么呢？她没有跟七哥的法警一起坐在这个车上。一般的话，从 MDC 出发的会有2名法警，那今天很奇葩这位神秘的女士坐上了一辆七哥描述是 BMW， 坐了另外一辆车，而跟他就是宝马车，然后跟他一起来到法院的这个车上只有1位法警，所以这个事实呢也被在今天的庭审的时候检方描述的时候所歪曲，所以说七哥在他的讲话里面有澄清。那我具体的内容我们几位可以补充，我们细节的话，大概今天为什么晚到这么长时间，让所有的战友就在等候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刚才我们收到七哥的律师说七哥现在没有事儿。他应该快到 MDC 了应该快回到 MDC 了，所以说我们也看看待会儿七哥有没有办法跟我们
打电话。刚才那个我补充一下，Eva其实说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庭审和之前完全就不一样。首先，他没有让我们上去；第二，他没有，就是很多情况下的这种没有告知的延期，从这个1点到3点半，到3点，然后又到4点，是吧？这样的延期，事实上，这个后来我们是通过文贵先生，他真的是口述。所有大家才知道就是那一刻之前，早上到那一刻发生了什么。那正常这种情况来说，用文贵先生他描述的说，我晕过去了，然后吐血，而且医院已经给出了这个回应，说你需要留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这个 sentencing 应该不进行，他应该住院。这个今天的开庭应该是被延期的，也就是说，正常来说，今天不应该再继续开庭了。对。但是文贵先生在庭上讲，他在10点半的时候。就是接到了 MDC 这个狱警电话 ，MDC 接到狱警接到 MDC 电话，说要把他带回去，然后带回去之后又要这个看医生，看医生之后，然后说我还是要治疗，结果下午1点半的时候又有了这个神秘女士的出现，带着 Marshall 说我现在带你去上庭。对，而且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刚才Eva还讲到一个很关键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前几天七哥打电话，他说过说我这个不想说什么话，但是他今天。他其实说，本来他说我就说2句话，是吧？这个，但是他今天是他临时，大家在那个在这个15D 和这个视频上，大家都能看到七哥站起来的时候说话的声音是哑的。对，他完全在那一刻之前，甚至就是在这个开庭的时候，可能他还没有想过说要说这个话，他完全是没有准备，完全是这个自己就说今天的当时经历。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小骗子罗伊，这吃的白白胖胖的，让这帮蚂蚁的血汗钱给养活的，是吧？啊。注意一个细节啊，他说七哥的嗓子是哑的。Ryan Finkel 就是当时的这个检察官，他说的这个话触动了七哥，也触动了我们。因为在前面大家知道整个的这个3庭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有这个检察官要发言，对，辩方律师要发言，所谓受害者陈述要发言，然后法官要去这个梳理整个的一个他量刑的标准 PSR， 然后最后给出一个量刑标准，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程序。那么七哥的他的权利是可以说话。你也可以不说话，很多有的时候就是有些犯人他为什么选择不说话呢？因为他这个觉得我说了话可能会影响我的上诉，所以他就选择不说话，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七哥今天在这个 Ryan Finkel 也就是这个辩方，他在发言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说这个郭文贵是个骗子，这个骗子他到今天都不思悔改，以至于他到现在还在装病来故意的拖延这个庭审。所以说法官大人，我建议你重判他，因为他是到现在他还不思悔改，所以这个细节我相信是触动了这个文贵先生。然后文贵先生站起来他就讲说这个他说的刚才说到这些细节的时候，他说你都不要相信我，这些这个 MDC 医院还有我们在这个 SDNY 就是这个南区法院都有摄像头，都有监控，你都可以去问这些警察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吧？然后这个包括刚才那个 Eva 讲到，就是事实上他那个被带到SDNY 的时候，带到这个南区法院的时候，他还想用洗手间，对，他说我不行，我肚子痛，我还想吐血，然后这个就不让他用，然后又给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而且当时就说这个神秘女士一直都在啊，然后这个同时呢，他这个切哥也说，这个所谓的神秘的黑衣女士呢，大概率是检方派去的工作人员来确认郭文贵是不是装病。看过医学报告以后，他们确认了郭文贵是在装病啊，所以说这个骗子到现在还死不悔改，还在装病。说他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出这些？因为现在检方，你今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说的没有一件事是真的。他说一个法警跟着，其实是2个法警。对，说是一个，然后事实上是有2个人。那么他同时他又说，这个你作为检察官。到今天为止，你又当法官，你又当警察，你又当医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对。然后呢，那这个法官大人，我今天想说的，我和我的律师在82文件里面都已经阐述了。我相信美国的法律啊，但是就说我过去因为我这个灭共的事业，我全家有270个人被抓，我失去了几十亿的上百。郭文贵家有270个人被抓啊！郭文贵那个牛逼嘴啊，就是临到判刑了，他也忍不住自己吹牛逼的这个本性啊！100亿的资产啊，然后我失去这些钱，然后但是这个我谢谢咱们法庭和法官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然后最后一句话说我要上诉。对，其实七哥今天确实脸色进来的时候是白加上有一点黄，其实但是呢七哥就是我觉得也是
看到战友了，他在强打起来，精神一直在和战友们去对视，包括是这样的，就是七哥，我看到1次、至少3次以上，就擦完了这个血，因为他那个纸巾呢有叫什么它后边有2个狱警嘛，狱警和法警是不一样的，狱警呢是开车过来，从那 MDC 过来的，然后就站在七哥后边的，法警呢是站在我们这个外围的啊，所以狱警就帮着他拿2盒，我看第1盒、第2盒，对，盒纸巾的，七哥一次就拿出4、5把，就那一擦都是血，然后再擦还是血，然后指给那个法官看。法官就是震惊了嘛，就那眼神震惊，就是他看到了吗？我想请问，哎呀，我们不攻击法官哈，因为他也是那个棋子之一嘛，你看到了吗？你面对着这种情况，你又当法官，你又当医生吗？你就能决定他没有生病吗？你就能诊断吗？就是这样的吗？不止1次啊，这样来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呀，对呀，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你看他在宣判的时候，而且他在法庭上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也没有表达呀，这就是法庭。然后不单是法官是这样，他们的那个公诉人呢，所谓的那个公诉人呢，检方一样啊。你看他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就说那个文贵先生是个骗子，然后是在假的装装病。你问我想问一下天下的战友们。有良知的人们，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告诉我给你的常识，你满嘴一直在流血的状态，你装得出来吗？现场上的法官大人、检察官大人，你们没看到吗？这帮傻逼的精神病蚂蚁，活该被老郭给骗得倾家荡产，连他妈的棺材板都没有了。那郭文贵嘴上流血是怎么回事啊？特雷斯法官告诉郭文贵，你想再延期，你装病，你所有的表演都不会去得逞，严重的浪费美国的法庭资源。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刚才燕平也打了个电话，我想所有的战友都听到了。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郭大骗判了30年，不得任何的减刑和假释。走个面啊，走个面。有受害者，他们支持郭文贵，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临走的时候，郭文贵还不走，还在嚷嚷：没有天理啦，美国没法律啦。您走个面啊，走个面啊，丢人现眼。这些人打着反共灭共的旗号，在招摇撞骗。谢谢。记住啊，还有一个事情，特雷斯法官走个面啊，走个面。哎呀，郭文贵进去了，我们的金剪刀 CBL， 哎呀，久违了呀，是吧？走个面儿。那郭文贵这个嘴里的血是怎么回事啊？刚才那个吊着胳膊的那个民运的精神病，他跟郭文贵也都是骗子啊！骗子最了解骗子。他说郭文贵嘴里的那个血呀，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在6月29号，今天是2026年，我们目前到达的是纽约南区联邦法庭的外面，这个叫珍珠线500号。而此时这个地方的话，今天上午到下午也标志性做了一个全球所关注的一个轰动性案件在现场审理。本由法庭在上午11点宣判的郭文贵所谓世纪这个诈骗案达10多亿美金的案件，本由上午11点就要公开宣判作为一个案件结果，但是一直拖到了下午，又改为2点钟，2点钟改为到4点钟正式审案，到达接近6点20、6点半，法官特雷斯法官才正式宣判审判结果，指控的刑期总计30年刑期，并且不得减刑或其他各种方式救济，提前出狱。也就是说，郭文贵30年刑期
1天1秒都不得减少，必须10期的刑期全部做完。为什么到晚上6点20分还在这个案件到达才做一个审理完结？今天我们的郭先生成功的又给检察官以及法官特蕾斯女士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邪正大戏。从上午郭英贵在现场，法官特蕾斯女士在宣读法庭案件的指控名称期间，郭英贵突然拍案而起，他的律师那个动作是这样的，拉他没拉住，律师也特别诧异，他突然说：“我要检举法官大雷，我要让你们了解今天我所遭受的各种迫害及不公，我认为这是对我生命最大的一种威胁，对我的安全也是最大的一种威胁。”就在我今天上午5点半，我的羁押地出来，我就等着这次开庭，但是出来我身体非常不好，我一直在吃药。我在上午10点多，你们的法警才安排我去医院，说去看病去治疗。他一直在吐血，他说他吐了2次血，脸上、头上、衣服、裤子全是血。到了现场之后，当时的医生问他说：“你还好吗？”他说：“我非常难受，非常痛苦。我已经觉得今天我可能不行了，甚至我的生命我可能就会结束了。”但是郭英贵说，现场的法警一直让他尽快出院，医生让他安排住院，让他住院观察，在ICU， 他说他自述啊，在 ICU 说一直在做治疗。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么没有人道，不顾及生命，强制让我到达这个，继续来强制我出庭？他觉得他说这是对他生命最大的剥削，甚至是谋杀。他由在下午2点多，差不多3点多，他说到达了这边法庭。在法庭期间，他说当时的法警是有2名法警，那么其中还有一位女士。这个女士说一直在现场，在她前后，她也不认为这个女士也没有穿法警制服，不知她是一个什么身份，但是她一直在跟着这个她自己到达1楼，包括说这个女士开着一个非常新款的一个宝马轿车，那么到达了这个15楼法庭里面，她要去厕所，她说她非常难受，她肚子痛，她要去上厕所，这个女士不让她去厕所，而且还说她被受到欺骗，她告诉她的是一个法庭，但是其实有2个法庭。她说这是阻碍对她的支持者的一种程序的一种错误，她这个提出一个抗议。然后再一个，她说检察官有撒谎，检察官告诉法官说只有1个法警押着他，其实有2名法警，还有一个女的，但是这个女的突然消失了。他说他不知道去往哪里。这个女的对他这种目前的这种身体健康，他这种目前这种健康就构成一个更大的威胁，他非常的害怕。这个女的就消失了。他说如果法官大人我说的话，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医院，或者是你去法警的执法记录仪可以去调取信息。但是法官这个事都没有再理睬。最后呢，他在法庭，他慷慨激昂，他说我一定会去上诉，我不会服从今天的判决，我今天法官大人，我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人权活动家，我到美国来，我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并说他的家人有260多口被中国政府绑架抓起来，他的财产10亿上百亿被共产党没收，他与共产党是不共戴天。他说我相信美国的法律，我更相信法官大人你有一个公正的裁决。谢谢法官大人，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但是我要提出一个追究责任，检察官他是在撒谎。
谢谢法官大人，这是他大概的一个原话。那么法官呢，包括检察官都并未理睬，因为检察官中间有举过手，他说他今天的行为是为了拖延庭审的判决，他是在装疾病。但我们扣子也看到，郭先生，你上午、中午你说你去医院，你进了 ICU， 为什么你在法官大人特雷斯法官面前，你却慷慨激昂的不断的在说，在陈述你所遭遇的不公啊？你声音洪钟如钟啊，声音洪亮啊，并不像一个疾病像你之前口述所述的遭到生命重大威胁的受害者患者。我相信这场闹剧特雷斯法官也看在眼里，这也是特雷斯法官为什么坚持这个法庭本来是4点半5点就下班了，一直坚持到开庭，到最后不管是检察官还是说郭文贵的辩护律师互相这种交叉提问，到达最后6点20，已经超时加班2个多小时。今天特雷斯法官对这个事情用他的方式也表达，郭文贵先生，你在之前已经多次浪费法庭的资源，一再延期再延期，这个事情其实你实在是浪费法庭政府的资源。特雷斯法官就是今天告诉郭文贵，你想再延期，你装病，你所有的表演都不会去得逞，都用这种判决作为一个揭露，告诉给这个他的现在的一些支持者，还有一些受害者，今天的法律必须有一个公正的判决。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得到特雷斯法官告诉给全世界，郭文贵被重判30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力量，他不想再拖了，觉得这么一个骗子是严。隔壁吴老二啊，骗子最了解骗子。隔壁吴老二说，你们别看郭文贵满嘴吐血，他那个血呀，这个是这样的，他呢用牙膏皮儿把口腔给割破了。牙膏皮儿呢是塑胶材质，安检不会报警，尤其是磨合锋利一小块可以在嘴里边，口腔流血啊，然后呢是他在嘴里边藏了一个磨快了的牙膏皮儿。你看，骗子最了解骗子了。大家明白了吧？哎，郭文贵呀，到了法庭判刑的时刻，还在拙劣的表演。郭文贵其实纯属一个精神病患者，不过呢，不能免除他骗子的刑责。30年，我估计在美国监狱里熬过10年都是一个大关啊。那有人说七哥就天生的乐观的性格，对吧？是这个嘴和菊花一样灵活。祝七哥好运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